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这次帅翻天，90年代港风美学直接封神。赵丽颖突破甜美形象，以中性超短发惊艳亮相，展现90年代港风魅力，与宁静、郑安彩等女星共同诠释短发多面美，挑战气质与发质的极限。娱乐圈女明星多以长发示人，很少有人能 hold 住的中性超短发，拥有中女雌雄同体迷人气质的女星寥寥可数。让人惊讶的是，赵丽颖最近也留起了中性超短发来。要知道，以往她给人的印象都是甜美可爱的，她以往不少短发造型也是女性风，而如今走起中性路线来，也很有反差感，帅出90年代港风来了。所以说，女孩们的蜕变和多面美是很有意思的。整理了一下，赵丽颖这几年留过短发，中长的、超短的、黑茶色的、樱花粉的，拿来当发型妆造模板也很好用。上次看到剪这种雌雄难辨的超短发，气质还很自然的女明星，还是韩剧正年里的演员郑安彩。90年代很多港星也有剪过类似款，复古摩登。宁静的短发也一度很出圈，她本身就是女王气质，短发更加霸气。近年来新生代小花 hold 得住中性短发造型的，我觉得有以下这些，大家觉得呢？超短发真的很考验本人的脸型和气质，还有发质本身。别以为短发好处理，打理起来也挺麻烦。普通人留超短发很容易一觉醒来成了爆炸头，反正我这种沙发卷毛只有羡慕的份了。赵丽颖这次造型一出，社交媒体几乎被刷屏，许多网友甚至一时间认不出这是那个曾以古装甜妹形象深入人心的赵丽颖。她穿着剪裁利落的西装，搭配大波浪短发与复古红唇，整个人自带一种90年代港风电影里的冷艳女主角气场。从妆容到神态，从服饰到光影，她不再只是那个温婉动人的赵小刀，而是一位可盐可甜、可刚可柔的百变女神。在这个美容易被标签化的时代，赵丽颖用这一组照片重新诠释了风格及态度的意义。熟悉赵丽颖的观众都知道，她一直以清新自然、亲切不做作的风格广受好感。从农村出身、草根逆袭的故事本就让她自带励志光环，而这次港风造型的惊艳亮相，则是她在多年沉淀后对自我风格的一次再创造。有人说她越来越不像从前的赵丽颖，但恰恰是这种越来越不像代表了她的成长与蜕变。从少女感十足的花千骨到成熟沉稳的风吹半夏，赵丽颖始终在用角色与形象不断挑战固有标签。她没有被框住，反而一次次跳脱舒适区，向观众呈现更多面的自己。90年代的港风造型讲究的不仅是服装与妆容，更是一种气质的表达，张扬而不浮夸，冷静而不疏离，自信却不咄咄逼人。而赵丽颖这次恰如其分地拿捏住了这种氛围感，她的眼神不再只是清澈可爱，更多了一份坚定克制的深意，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那个时代荧幕上的张曼玉、钟楚红，他们不用多说话，只一个眼神，一个转身，就足以令人念念不忘。赵丽颖用她自己的方式向那个经典年代致敬，也再次证明她已不只是偶像，更是艺术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实力派演员。在赵丽颖的这组港风大片中，最打动人心的其实并不是她换了多么高级的风格，而是她在每一个动作、每一帧画面中展现出的控制力与驾驭力。从过往甜妹、仙气女主，到如今的冷艳港风御姐，她的每一次变化都不是简单的换衣服，而是从内到外的审美觉醒与审慎进阶。一个演员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只是漂亮那么简单，而是具有真正的审美与自我表达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日积月累、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的结果。也许很多人还记得赵丽颖当年跑龙套7年才出头的经历，她从最不起眼的小角色一步步打拼，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走到今天。这种韧劲不只体现在演技，
也体现在她对形象与风格的探索上。她从不靠猎奇吸睛，也不靠人设固粉，而是始终踏实努力，默默进步。这一次的港风大片也再次体现了她对自己的高要求，不仅是服装造型上的突破，更是整个人物表达层次的升华。她没有浮夸的模仿，而是消化融合之后的重构，那种仿佛天生就属于港风的气质，其实是后天沉淀与自信的结果。对于喜欢赵丽颖的观众来说，这种成长令人动容，也令人骄傲。我们陪着她走过了从农村女孩到国民女演员的每一个阶段，也见证了她从荧幕主角到时尚宠儿，从演员身份到导演身份的每一次跃迁。而这次的港风造型，则像是她多年努力的又一个注脚。她已经不仅仅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赵丽颖，而是一个具备多元美学认知、自我表达能力与审美高度的时代女性代表。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不管出身如何，年龄几何，只要愿意成长，愿意尝试，就永远有机会活出新的光芒。最后，也想借这次赵丽颖的港风封神，送一句话给每一位正在努力寻找自我风格与方向的朋友：别怕改变，别怕尝试。每一个今天的你，都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强大的明天的你。就像赵丽颖，她用一个造型表达了一种态度，不做别人的影子，要做属于自己的光。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种气场全开的自信与从容。王一博演绎香奈儿酷压新美学，这才是真正的风格拿捏。王一博的香奈儿风格穿搭以粗花呢外套为核心，复古高级的材质与利落剪裁凸显挺拔身姿，搭配黑色长裤与花纹衬衫，酷帅中透出优雅，墨镜与项链的点缀更添个性，完美平衡不羁与绅士气质。在时尚的舞台上，王一博总能以独特的姿态吸引众人目光。此番他身着香奈儿风格穿搭，尽显别具一格的魅力。那身粗花呢外套无疑是造型的焦点。粗花呢材质自带复古与高级感，细密的纹理中闪烁着精致的光泽，仿佛诉说着时尚的隽永。外套的剪裁贴合身形，凸显出王一博挺拔的身姿，立领与精致的纽扣细节增添了几分利落与干练。搭配的黑色长裤线条流畅，与外套形成和谐统一的色调，强化了整体造型的酷帅感。内搭的白色衬衫则巧妙地平衡了整体风格。衬衫上细腻的花纹设计为造型注入一丝浪漫与优雅，解开的领口不经意间露出的项链成为点睛之笔，精致而不失个性。再加上那副带有品牌标志的墨镜，瞬间气场全开，酷劲十足。王一博这身穿搭完美融合了酷与雅，粗花呢的硬朗与衬衫的柔和相得益彰，既展现了他作为潮流先锋的不羁态度，又透露出内敛的绅士气质。这种独特的时尚驾驭能力，让他在时尚之路上不断绽放光彩。在时尚的浩瀚宇宙中，有人以锋芒毕露出圈，有人以低调质感留名。而王一博正是那个用行动和态度重新定义酷压二字的人。他从不追逐浮夸的喧嚣，也不刻意迎合眼球的热闹，而是将自己对美学的理解深藏在每一次精准的选择与稳健的表达中。这一次，他以香奈儿亚洲区代言人的身份演绎酷压新美学，再次掀起了时尚圈的审美风潮。酷并不是冷漠无情，而是沉稳内敛、自成风格的坚定态度。雅也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润内敛，而是从细节中散发的品质感与高级感。当香奈儿的经典优雅遇上王一博的锋利个性，两种看似对立的气质却完美融合，成就了令人惊艳的视觉奇迹。他不再是被定义的那一个，而是那个不断在打破定义、重新塑造定义的人。无论是黑白色系的利落套装，还是带有结构感的中性剪裁，每一套造型都在诉说着，这就是王一博式的酷压。这一切的背后，不是一次偶然的时尚选择，而是王一博多年沉淀与坚持的结果。从舞台到银幕，从赛车赛道到国际秀场，他每一个身份的切换，
背后都蕴含着极致二字。他对细节的执着，对自我风格的捍卫，正是他能在香奈儿众多代言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品牌看中的不只是他的流量和颜值，更是他所代表的青年文化，坚定、纯粹、真实，不随波逐流。时尚是态度的表达，而不是单一的服饰组合。香奈儿选择王一博，正是因为他具备把态度穿在身上的能力。他不需要大声宣告我是时尚，他本身就已成为当下潮流中不可忽视的坐标。他在国际时尚圈频繁亮相，无论是巴黎高定周的头牌贵宾，还是品牌私宴的座上宾，每一次露面都精准地将酷丫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存在不再只是品牌营销的表面热度，而是让香奈儿在亚洲市场更具文化深度与审美延展的灵魂代言。与此同时，王一博对时尚的理解也正在影响着无数年轻人。他从不追逐盲目的流行，而是坚持做真正适合自己的风格。这一点对于如今时尚快消文化横行，人人都被标签定义的时代来说，无疑是一剂清流。他在不断探索风格边界的过程中，也带领粉丝们认识了自我表达的真正含义。他让我们明白，穿衣不只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表达态度与信念。而这正是新酷丫美学所强调的内核，不被定义，不随波逐流，而是由内而外释放的真实质感。这种美，不是迎合，而是打破；不是复制，而是创作。王一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香奈儿品牌100年来的精神延续、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他的风格就是新时代青年对酷丫的全新定义。回顾王一博一路走来的时尚轨迹，从早期的街头潮流到如今的高级时尚，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审慎。他没有一夜爆红后的浮躁，而是选择用时间与作品沉淀风格。他没有急于定义自己，而是一步步拓展边界。他在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持续的努力与清晰的认知。他将时尚作为自我成长的一部分，而不是博眼球的工具。这种自律与自知，恰恰是他最可贵的地方。当其他人还在为红毯造型争奇斗艳时，他却已经在香奈儿为他量身定制的叙事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风格之路。没有繁复的装饰，没有刻意的浮夸，简约中现锋利，沉稳中显锋芒。这正是香奈儿 Less is More 哲学的体现，也是王一博自我审美的升华。他让我们相信，在时尚的世界里，真正打动人心的从不是炫技的华丽，而是内外统一的真实。这次香奈儿亚洲区代言人身份的官宣，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在亚洲乃至国际时尚舞台上的地位与话语权。品牌的眼光向来苛刻，而王一博的高定气质早已无需质疑。香奈儿并没有选一个当红流量，而是选了一个能与品牌精神契合，能推动青年文化共鸣的潮流引领者。这是对他过去积淀的肯定，更是对他未来潜力的压注。站在今天的节点再看王一博的时尚之路，他已经不再只是明星或偶像，更是青年审美的风向标。他用理性表达酷，用内敛演绎雅，在这两种特质的交汇中，构建出一个令人敬佩的多维形象。它不仅代表着新一代中国艺人的崛起，也展现了东方青年在国际舞台上自信、优雅的姿态。如果说过去我们追求时尚是因为模仿与憧憬，那么王一博的存在则告诉我们，真正的时尚是忠于自我。它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内敛不等于无趣，安静不等于平庸，而是在无声中更具震撼力。它将酷丫转化为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喧哗却有穿透力，不炫目却极致耐看。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王一博身上那份坚持自我、沉静前行的特质显得尤为珍贵。他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意外，而是他对自我要求的自然结果。他不需要大肆宣扬我要做第一，却用作品、风格、态度一步步走到了第一的位置。他的酷丫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扮，更是一种内心的格局与修养。
最后想说给每一个正在寻找风格、探索自我的人，时尚从来不是模仿别人，而是成就自己。就像王一博走到今天，不是因为迎合了谁，而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他让我们看到一位真正的潮流引领者，最重要的不是外在包装，而是内在的坚定与清醒。希望每一位读者也能像他一样，在生活的每一场秀里演绎属于自己的酷丫风格。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